他曾是美军纵横沙漠的钢铁猛兽，海湾战争让他威震四方，也是平民眼中的美军符号，是美军强大战力的象征。然而，当战争从广阔沙漠转向狭窄巷道，当对手从钢铁洪流变为路边炸弹，悍马这款昔日的王者载具却跌落神坛，成为了众多士兵口中的谩骂对象。一代名车悍马为何会走向悲情谢幕？大胖兵今天就一个视频给大家说清楚。在世界军事装备的发展史中，有些武器因性能卓越而被铭记，有些则因象征意义而流芳百世。悍马恰好属于两者兼具的一类，它不仅改变了美军对地面战术车辆的定义，也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轻型战术车的黄金标准。上世纪70年代末，冷战格局进入后期，美军的全球部署需求与复杂地形作战压力日益凸显。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苏军 BMP 步兵战车在山地的机动性短板暴露无遗，履带式车辆在海拔3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动力衰减达 30%， 且无法通过狭窄的山间小路，这让美军意识到传统履带式装甲车辆在非对称战场的适应性不足。而当时列装的 M151 突击吉普车服役已经超过20年， M561 山羊全地形车也无法满足现代战争对高速机动和多任务适配的双重要求。 M151 突击吉普的设计可追溯至1959年，其承载能力只有1吨，且采用的活轴式悬挂，在越野时易出现车轮悬空，翻车事故率高达 12%， 难以跟上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节奏，而且维护成本还是轮式车辆的3倍。1980年，美军在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中， M151 因无法通过泥泞丛林，导致特种部队延误战机，这成为推动新一代战术车辆研发的直接导火索。1981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启动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计划，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HMMWV。 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苛的战术车招标书，明确了11项核心指标，也就是说，新式多用途载具需要零下40度，至于零下50度环境下正常运作，能以80公里时速在沙漠戈壁连续行驶1000公里，底盘离地间隙不得低于40公分，可通过 1.2 公尺深的水域，同时具备空投部署能力。这样载具就能由 C130 运输机低空投放，并能快速改装为指挥车、救护车、反坦克导弹发射平台等10余种构型。此外，招标书还特别强调可维护性，要求车辆在野外环境下，士兵仅需使用基本工具就能完成 80% 的维修任务。最终，由 AM General 公司提交的方案脱颖而出，该公司的前身正是威利斯吉普的核心设计团队，其设计团队将轻量化与高强度作为核心，车身采用 7075T6 铝合金制造，这种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抗拉强度达570兆帕，比普通钢材轻 30%， 却能抵御 7.62 毫米步枪弹的近距离射击。底盘采用梯形结构，搭配双 AB 独立悬挂系统，车轮行程可达30公分，是 M151 的2倍，能让4个车轮始终贴合复杂地形，避免悬空打滑。至于中央轮胎充气系统，更是革命性设计，驾驶员可在行驶中通过仪表盘调节胎压，可从公路模式的 3.58 快速切换至沙地模式的 0.58， 大幅提升松软地形的通过性。悍马的动力系统同样经过精心设计，初期搭载 6.2 升 V8 自然吸气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150马力，最大扭矩385牛顿米，匹配4速自动变速箱和双档分动箱，可实现全时4驱。这种动力组合让悍马的功率重量比达到60马力每吨，0到60公里加速时间仅有12秒，公路极速更是可达113公里每小时，最大爬坡度 60%， 能轻松翻越 1.2 公尺高的垂直障碍。在1984年的测试中，悍马在莫哈韦沙漠连续行驶5000公里，仅出现2次小故障，远低于军方设定的10次故障上限。1985年，首辆悍马正式列装到美军第82空降师，迅速取代了 M151、M561 等4款老旧车辆。截至1990年，美军已装备超过5万辆悍马，覆盖陆军、海军陆战队及特种部队
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行动中，约 2.2 万辆悍马投入战场，承担了 70% 的战术运输任务。第101空降师的士兵乘坐悍马，以100公里时速横穿沙漠，比履带式装甲车快3倍。搭载陶式反坦克导弹的悍马成功击毁了120余辆伊拉克 T-72 坦克，其精准度与机动性让美军高层惊叹。悍马让我们的步兵拥有了坦克杀手的能力。战后五角大楼的官方报告显示，悍马的战场可用性高达 90%， 远超军方设定的 80% 标准，成为海湾战争中最可靠的战友。除了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悍马作为一个 IP 形象的文化渗透力同样非常惊人。上世纪90年代起，悍马频繁亮相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中的铁皮以悍马 H2 为原型，黑鹰坠落中美军车队的悍马，在摩加迪沙街头的巷战场景，钢铁侠中托尼斯塔克驾驶悍马穿越沙漠的镜头，这些画面让悍马成为力量与自由的符号。1992年 AM General 顺势推出民用版 Hammer H1， 几乎完全保留军用版的技术参数，长 4.72 米，宽 2.18 米，高 1.83 米，离地间隙41公分，搭载 6.5 升 V8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190马力，最大扭矩583牛顿米，售价高达12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年的30万美元。尽管价格高昂，但凭借阿诺德、施瓦辛格等名人的背书， H1 上市第一年便卖出1400辆，成为富豪圈的硬派图腾。施瓦辛格甚至将自己的 H1 改装为轻动力版本，用于环保宣传。截至2000年，悍马系列全球产量突破14万辆，其中美军列装10万辆，出口至32个国家和地区。以色列将其改装为纳梅尔步兵战车，加装附加装甲和30毫米机关炮。俄罗斯研发了仿悍马的虎式装甲车，采用柴油发动机和全时四驱。伊朗甚至逆向工程出闪电战术车，在中东地区大量销售，足见其设计影响力之深远。但俗话说盛极必衰，在悍马车辉煌成就的背后，时代洪流也渐渐将它冲下王座。进入21世纪后，曾经叱咤风云的悍马车就开始面临一些因为原始设计和技术问题造成的隐患。首先是在防护能力方面，悍马陷入了不上不下的尴尬局面。冷战时期，悍马的设计逻辑是以机动性换生存。在欧洲平原的大规模装甲对抗中，轻型车辆的核心任务是快速穿插，而非正面硬刚。但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让悍马陷入了完全陌生的威胁环境。首先是 IED 路边炸弹造成的困扰。根据兰德公司2006年的研究报告，伊拉克战争中约 60% 的美军伤亡是由 IED 造成。初期列装的悍马仅配备薄钢板车身，甚至没有防弹玻璃，一枚15公斤的简易爆炸装置就能将其炸成碎片。2004年费卢杰战役中，美军第一海军陆战师的一支悍马车队遭遇连环 IED 袭击，3辆悍马被完全摧毁，12名士兵伤亡，其中1辆悍马的底盘被炸开，车内士兵被冲击波抛至10米开外。更令人震惊的是，悍马的油箱位于车身侧面，一旦被击中就会引发大火，导致士兵无法逃生。为应对危机，美军紧急启动悍马装甲升级计划，推出 M1114 型装甲悍马，加装12毫米厚的防弹钢板、防爆玻璃和微型防爆底盘，车内配备防地雷座椅。但这种补丁式改装又带来了新的灾难。M1114 的重量从 2.5 吨飙升至 4.8 吨，而动力系统仍沿用 6.5 升 V8 柴油发动机，功率可达190马力，功率重量比则从76马力每吨降至40马力每吨，最高时速也从113公里降至80公里，0至60公里加速时间也从12秒延长至22秒。更严重的是，悍马悬挂系统与传动系统的初始设计并不能充分兼容中东地区的环境。与海湾战争时期相比，悍马故障率从 10% 升到了 35%， 基层士兵可能也是见得多了，人人都能修理一下悍马车。2005年，美军对 M1114 进行了战场测试，结果显示，在沙漠地形下，M1114 的平均行驶速度
仅为50公里每小时，与悍马基本型相比要慢上40%。在翻越沙丘时，有30%的车辆会出现悬挂断裂或轮胎爆胎的情况。此外，后期防护装甲的加装还导致悍马的油耗从每100公里18升上升到了每100公里30升，一辆 M1114 的月燃油成本就高达2000美元，也达到了基本型的2倍。而在整车变得越来越重的同时，战术灵活性也在丧失，这导致悍马在巷战中很容易成为靶子。在城市巷战中，悍马的体积劣势被无限放大。2.18公尺的车宽几乎占据整个小巷，12公尺的转弯半径使其无法快速转向规避。1.83公尺高的车身也成为 RPG 火箭筒等武器的绝佳目标。2005年伊拉克巴格达的一次巡逻任务中，一辆悍马在转弯时被侧面发射的 RPG 击中，车身瞬间起火，而悍马车队自身几乎没有规避手段。美军战后调查显示，80%的悍马遇袭事件发生在城市环境中，许多士兵宁愿驾驶当地的丰田皮卡，也不愿一直待在悍马车里。但这其实也不是悍马的错，它能够适应荒漠等多重地形，已经完成了战术使命。开到市区的狭窄巷道里已经很难为它，士兵只能时刻盯着窗外，防止武装人员伺机偷袭。此外，悍马的视野设计也存在缺陷，驾驶员的盲区占比高达30%，比普通 SUV 大2倍，在城市环境中难以察觉隐藏在角落的敌人。2006年，美军曾尝试为悍马加装倒车雷达和摄像头，但由于电气系统功率不足，导致摄像头经常黑屏，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也揭露了悍马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电气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的不足。21世纪的战争已进入网络中心战时代，战术车辆需要具备实时数据传输、卫星通信、无人机联动等能力，但悍马的电子系统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其通信系统采用的是单信道电台，带宽仅256千比特每秒，无法传输高清视频，没有车载计算机，士兵需要手动输入坐标，更无法接入美军的战术互联网。2007年，美军曾尝试为悍马加装 FCS 未来战斗系统终端，但由于悍马的电气系统仅能提供12伏电压，无法支撑大功率电子设备，最终只能放弃计划。同时，悍马给军队带来的后勤压力也不小。悍马的设计初衷是低维护成本，但在中东的高温沙尘环境下，其可靠性急剧下降。柴油发动机的空气滤清器每8小时就需要更换，否则会导致气缸磨损。悬挂系统的减震器平均寿命仅3000公里，仅为设计寿命的1/3。由于零件通用性差，美军需要为10余种悍马构型储备超过5000种零件。2008年，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报告显示，中东地区悍马的平均维修时间足有8小时，是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2倍，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节奏。此外，悍马的运输成本也居高不下，一架 C130 运输机仅能搭载2辆 M1114 型装甲悍马，而同样的空间可搭载4辆悍马基本型或6辆丰田皮卡。2009年，美军光是为了向阿富汗部署1000辆 M1114，光是运输费用都足足花了2亿美元，相当于每辆车的战地投送运输成本就有20万美元，这甚至比悍马车本身的售价还要贵。美军思来想去，终于还是决定是时候给悍马找个继承人了。2005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启动了 JLTV 联合轻型战术车辆计划，目标是打造一款兼具防护性、机动性和信息化能力的新一代战术车。与悍马相比，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能力平衡。这场竞标吸引了洛克希德马丁、AM General、奥什科什防务等5家军工巨头参与，最终奥什科什防务的 LATV 方案胜出，其核心优势在于模块化设计和智能防护能力。JLTV 项目的竞标过程异常激烈，洛克希德马丁提交的方案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车身，重量比悍马轻 20%， 但防护能力不足，军方对这种材料也不是很有信心。AM General 的方案则是在悍马基础上升级，虽然技术成熟，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颇有点重启老生产线来骗军方新订单的意味。
而奥什科什的 LATV 则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例如微型车体设计，底盘可抵御10公斤 TNT 当量的 IED 爆炸，乘员舱配备陶瓷复合装甲，能抵御 12.7 毫米穿甲弹的射击。至于动力系统方面，搭载有 6.6 升 V8 柴油发动机，功率300马力，搭配8速自动变速箱。即使加装装甲后，重量达 6.5 吨，功率重量比仍达每吨46马力，最高时速可达100公里。其采用的 TAK4 独立悬挂系统，车轮行程可达50公分，比悍马还多20公分，能以60公里时速通过岩石地形，越野性能提升 40%。而在悍马最薄弱的信息化能力方面， LATV 搭载了车载战术计算机系统，支持 5G 通信和卫星导航，可与无人机、直升机实时共享战场数据。车内配备360度态势感知摄像头，驾驶员可通过触摸屏查看周围环境，甚至具备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可在沙漠中自动跟随车队行驶，减轻驾驶员负担。此外， LATV 的模块化设计允许士兵在半小时内完成任务模块的更换，从人员运输车快速改装为反坦克导弹发射车或救护车。2019年 LATV 在阿富汗进行了实战测试，结果显示其战场可用性高达 95%， 比 M114 型悍马还高 20%。 在 IED 袭击测试中， LATV 的成员舱仅出现轻微变形，车内士兵毫发无损。在沙漠地形下， LATV 的平均行驶速度可达70公里每小时，同样比 M114 型悍马更快。测试结束后，参与测试的人员对 LATV 给予了普遍好评，新载具也顺利走到了采购阶段。截至2025年，美军已采购约5万辆 LATV， 用来逐步替换一线部队的悍马。据美军2024年的地面车辆现代化规划，2027年将全面停止悍马列装和生产，剩余的悍马也只会用于非战斗任务，例如基地运输训练等不受火力威胁的行动。此外， LATV 还出口至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10多个国家，成为新一代轻型战术车辆的标杆。不过，悍马的退场也谈不上是什么失败，而是战争技术进化的必然。正如坦克从 M4 谢尔曼升级为 M1 艾布拉姆斯，战斗机从 F4 鬼怪进化为 F35 闪电， LATV 的登场更多是标志着美军地面战术车辆从机动优先转向生存与协同并重的新战略。况且悍马的落后也是服役生涯后半段的事情，尤其考虑到悍马还深度融入了美国的军旅文化与硬汉文化，可以聊的地方那就更多了。悍马之所以能在美国流行文化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与民用版本的上市有很大关系。1992年民用悍马 H1 上市时，凭借军用血统和硬派外观，迅速成为北美豪车市场的顶流。阿诺德·施瓦辛格一口气订购了3辆，迈克尔·乔丹将其改装为移动更衣室。H1 的订单排到了2年后，售价从12万美元炒至15万美元。不过，悍马的民用化之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这毕竟是一种按军队要求打造的车辆，作为民用载具，成本实在是太高了。H1 的城市油耗高达每100公里22升，比同级别 SUV 高出 50%， 2.18 公尺的车宽，甚至无法挤进普通停车场的车位，也难以通过部分城市小巷，并且作为军用载具，车辆的内饰实在太简陋了，也没有空调和多媒体系统。2003年，通用汽车收购悍马品牌后推出 H2， 试图通过豪华化打开大众市场。H2 的车身尺寸有所缩小，长度 5.17 公尺，宽度 2.06 公尺，配备有真皮座椅和 BOSE 音响。为了进一步提高 H2 的竞争力，售价降至6万美元，但 H2 的油耗仍高达每100公司16升。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消费者开始转向节能车型，悍马的销量从2006年的 7.1 万辆暴跌至2009年的900辆。同年，美国环保署又推出了 CAFE 燃油经济性标准，要求乘用车平均油耗降至每100公里 9.4 升。悍马因无法达标，面临每辆车3万美元的罚款。后来的 H3 型为了合规，进一步对车身进行小型化，长度缩减至 4.74 公尺，宽度也缩减到 1.89 公尺，搭载 3.7 升直列5缸发动机，油耗降至每100公里12升。
但这种所谓的合规也带来了巨大代价，那就是 H3 的越野性能大幅下降，已经是一辆普通的城市 SUV， 完全失去了悍马的核心竞争力。这样的做法也没有让更多消费者买账。2010年，通用正式宣布悍马品牌停产，不论是军用悍马还是民用悍马，都在各自的时间线上走到了生涯尽头。至于悍马一生的功过，到底又该如何评说？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看法。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